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信仰神佛的一个国家，因此人们自然以神仙为福，而身上带仙气的人的自然也会受人喜爱，受人尊敬。然而既然是人人向往的神仙生活，为何众多神仙会选择下凡到人间呢？既然世间皆苦，他们抛弃好好的日子，不过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吗？现在就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。如果你能刷到这个视频，也许是上天的一次指引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些神佛在天上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下凡？根据不同的原因，我们可以将天界众生转世为人分为三大类。第一大类是天命之子，是负有使命来到人间的，担负管理人间秩序，一般是星宿级别的天道神灵下凡到人间，担任高级领导职务，或者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有突出成就。他们的目标是维护世界的和谐，保护人们免受灾难侵害。他们是伟大的引领者，为众人指引出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。近期有一个新闻，杭州高中生写出文言文神作，原因竟是因为一个梦。杭州高级中学钱江校区高二的陈启航同学写了一篇题为《小舟后赋》的文章，全部用文言文写作，2页正文，但注释就有整整3页，达到了126项。陈同学说道：我为什么要写它呢？是因为跨年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就像我文章里说的一样，先是很多乐器的登台演出，然后之后又见了那一个人，然后那一个人是在我醒后。我结合我最近的读书的资料，发现就是那个小周后，所以我感觉非常神奇，然后就写了这一篇名为《小舟后赋》的文章。作为古代史专业的李老师，看的古文材料已经不算少了，但是连他都感叹道：好多字不认识，汗颜汗颜。这就是那一批带着任务的人，已经下凡了。他们的使命当然是带着人类朝更高的目标前进，而不是因为人类的贪念和欲望，灵魂被困在无尽的深渊。尤其在中华文明700年一次的大轮回里面，更是各路神仙下凡，除了救人于末法时代之中，还会恢复中华文化的辉煌，以及朝着世界大同的方向前进。神仙下凡当然不只有中国，他们也会分布于世界的其他国家。第二大类是修行之士，他们是到人间来修行的。天道仍属欲界，天神在人天福报享用尽了，就需要重走轮回，到人间修行。这是那些能够修仙得道的大修行者、大神通者，他们一般六亲缘薄。这些来自天界的灵魂选择在人间继续修行，追求更高级别的境界。他们渴望通过人间的经历来提升自我，实现自我超越。在人间生活中，他们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，不断磨砺自己的意志和智慧。他们是追求真理与智慧的奋斗者，为了心灵的升华，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诸多考验。第三大类是普通的天神及一般工作人员，
金童玉女，就是向往人间美好，动了凡心欲念跑到人间来的天界各处护法神灵，也就是个教主，各类高级神灵身边的工作人员。因天道仍属欲界，容易动男女私情，被称之为犯花。女性天神只要犯花一次就会被打下界来，男性天神要犯5次花才被打下界，要过5道门8座关，受尽磨难到人间，人称5花8门下界。第一、2类在人间很少磨难，比较顺利。第3类就不尽然，这类人大多投生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，少儿时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但学都不好，尤其是数学和外语最差。这些人大多信命，情感复杂，婚姻结局不好。这些人最易通灵，少部分人能读到高中或考上大学，但一般会在高3或大一出问题，出现偏执、幻觉、躁狂、抑郁等症状。一部分人甚至可能离家出走，出现意外，结局悲惨。一部分表现为神经系统疾病，从神学角度说是天界派灵体来给他们制造磨难，让其尝遍人间苦难，而不愿再留住人间，重返天界。这里一部分人因为有天道根基而能与天界、地界的灵体沟通，成为通灵者，转达天意留住人间。另一部分皈依佛门，以修来世。还有的经活佛或高能量之人灌顶，改变了信息场，从而转变了命运。具有特殊功能之人，也是富有使命之人，上苍给了你这个能力，就是让这些通灵之人济世救人。而有很多通灵之人运用手中特有的法力图一己之力而害人，终会遭天谴。什么是天界众生？它包括的范围有哪些？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前世基本上都来自这6个层面，投生到人间后，也就必然带着每个层面各自的信息，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主要是从天界投生到人间来的群体的性格特征。天界投胎群体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，它还具体分为天庭生命存在、天人阿修罗的生命存在和佛界护法生命存在、道界护法生命存在，以及民间宗教信仰中各种神灵护法的生命存在。它们有着总体特征的相似性，又因为来路不同，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。天界中投胎到人间的弟子分为神和仙下凡2种类型，究竟有哪些区别？天生万物皆有所用，散仙们就应该散落在各地，为黎民百姓指点人生，趋吉避凶，化解灾难。而主宰天地大政方针的是神的责任。神与仙是有区别的，神是管理各级秩序的公务员，他们行使着权力，仙们至多是对神的世界能够施加影响罢了。在天界，玉皇管神，王母管仙，玉皇统领各级神灵，行使天界所赋予的权力。王母管理各级仙灵们的秩序，权优太烈，
每年一度的蟠桃会就是为了奖励各方各界的大仙们。不懂规矩的孙悟空硬闯蟠桃会，遭到了惩罚。他的弼马温官职虽小且未入流，但也属公务员系列，所以下界的马匹没有不怕他的，因为他属于神，也就不在王母的邀请之列。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在。散仙们事实上都在神的管辖之内，只要你不出格，不越界，神对仙的行为一般是不会干预的。但是如果出格越界，神是要管的。仙都有自大和攀高枝的特性，一是自认为法力无边，抱怨一身的本事没处使，满腹经纶没处用；二是爱和天界的神搭关系，自称与天界的领导不是亲戚就是朋友。神与仙的区别在于，神相当于人间的各级干部，负责掌管隐态秩序，协调显态秩序。神大多由人修成，它的成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原有的根基加上累世累劫修行；二是由全选而来，领导们评定；三是靠自己争取打拼出来；四是靠推举，生前为某一方做出贡献，恩泽某地的人物，身后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，得到香火供奉。五是靠引进外来的具有先进思想的，能带来社会进步，使黎民百姓受益的神灵。因此一部神仙的戏谱兼收并蓄，不断吸收，同时也在采冗汰劣，逐次否定那些过时了的，不能解决百姓问题的，不再推动社会前进的神灵。正是因为神仙的戏谱是不断增减变化的，神位既可以升任，也可以降职，更可以解聘，仙级可以获得，也可能丢失。隐态世界才充满了竞争，仙虽自在，但存在风险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。神虽辛苦，但名正言顺，顺序提拔，前途有望。因此大多数的仙们还是希望跻身于神的行列，他们先转生为人，再由人修成神。那些大仙们为何要出马征战？为何要积功德、争香火？就是为了进入神的行列而在努力奋斗。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大仙，他们本意都是在帮人、助人、度人，为人化灾解难。但由于大仙缘自动物灵体，缺乏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，不能正确的助人，会被人的贪欲误导而违反天规。因此真正害人的不是大仙，而是人。那些立堂领先的人们，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，为了一己私利去害人，或为了酬金帮助客户设局害人，最终会毁了自身修行，也毁了跟随修行的大仙。大仙仍未出欲界，很容易被欲望牵引，这就需要有人来指点，避免大仙因一点点的成功、一点点的业绩而停留在掌声鲜花和笑声中，停留在钱堆里，那就会成为沉舟，待千帆尽过，则悔之晚矣。
神与仙的最大不同是在投生人道以后，与人的生命体结合的相对牢固，且具有较高的能量。他们是担负管理弦音两态的使者，很少会发生附体想象。他们也可以通灵，但通灵的方式是运用超自然力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各种神通，也有的是以超人的智慧引领时代。但因前生源自神的世界，自然也会有性格上的缺陷。好在神投生为人，具有自我控制能力，能够接受指点而修正缺点，而往往为神指点迷津的却是那些通灵的大小地仙们。地仙指点天神，土地公给孙大圣领导，高层领导要走访基层找思路，这就是上下呼应，神与仙共生共存，互为依托的关系。历史上那些由星宿下凡而成就伟业的帝王将相们，有哪位没在发迹之初得到地仙们的指点？可指点归指点，权力还在神的手中，只有神才有任免权力，才可以为仙家批文封号。因此出马立堂的一个重要规则，就是要有神权的法师立堂封号才灵验，大仙们才能合法的施展才能，或者是在立堂的同时供奉观音菩萨、三清四御也可以。大仙只有以佛菩萨或神来依托，才有合法的地位，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。4. 如今为何天界投胎到人间的人那么多？每逢盛世，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，都会吸引大量的天道生命存在投生到人间。中国从80年代开始，人们生活水平从那时起开始大幅度提高，天界众生见到如今人间社会太平安乐，歌平声无，因此动了欲念想下凡间，天道大量投生到人间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。因此80后的孩子中出现思想性格意识方面问题的不断增多，90后的孩子们更将进入一个高峰期，来自权力机关的天道往生群体有选择投生的优先权，多数投生到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，没有优越家庭生活条件的，会因天道孩子的到来，经济条件迅速改变。既然是从拥有权力的大机关出来的，表现在这些孩子身上，往往会具有自命清高的特征。如果是来自天人阿修罗界，那就会性格偏执，我执我慢，听不得反对意见，接受不了别人的劝告，一意孤行。这些孩子即使是在婴幼时期，也能分辨出美丑，亲近那些衣着华丽、长相漂亮的人，讨厌那些相貌丑陋、服装破旧的人。大多天道来的孩子说话早，走路也早，有的孩子7个月就能到处跑，满周岁什么话都会说了。王安石写的那位神童方仲永，在80后和90后的孩子中是随处可见。由于天道实行的供给制，随想可得，因此天神们不需要计量算术，天道孩子们也往往缺乏数学能力。来自天道的群体归属于东方文化范畴，因此学习外语了就比较困难。我们知道大机关是有权利无责任，
小部门是有责任无权利，因此来自天道的孩子们前世运用权力惯了，情商不高，自以为是，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缺少恒心和毅力，经受不起打击。他们来自天庭，曾在主要领导身边工作，因此下界的神灵都会给他们面子。这类孩子一般工作生活都比较顺利，办事一般都会给他面子，只是经不起风浪。地界的神灵给他们面子，也是促使他们出现问题的原因。从刚出生到青少年这10几年间，前来溜须拍马的下界灵体越聚越多，都想搭上这位从大机关来的关系，最终耗尽了孩子的能量，造成阳气不足，元神飘逸，性格抑郁。5. 天道投胎群体的总体特征是，天道孩子一般投生到条件比较好的家庭，或者自带财富，出生后家庭经济条件明显改善。2是早慧，少儿时期聪明伶俐，无师自通，往往会出惊人之语。幼儿园时聪慧，但在上小学期间，数学和外语功课较差，中学阶段物理功课也不好。女孩在12岁以后，男孩在14岁以后精神涣散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成绩大幅下滑，呈现人格分裂或抑郁症状。大学期间在大1、大2之间容易出现性格障碍，能够读到大学毕业的，不适应社会生活，孤僻、偏执，缺乏对生活的热爱，缺少工作的能力，失去生活信心，感觉生活没有意义是天道孩子共有的特征。在这些孩子身上往往会有不同的印记，比如胎记。那么身上带仙气的人有哪些特点呢？真正的神仙或分灵童子转世都有如下的共同点： 1. 生来就多灾多难，常会有邪病，身体多数都不是很好，一生会有1次或多次大难不死的经历。 2. 心地善良，心软，不敢杀生或不忍杀生，视金钱为无物，不拿钱财当回事。 3. 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喜欢张扬，为人处事比较低调。 4. 聪明，悟性很好，特别是接受和灵界有关的事情很快。 5. 经常会做一些怪梦，包括上天堂、入地府，还会有一些奇怪的人教你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但醒来还记不住。 6. 经常梦见神。 7. 偶尔会莫名其妙的头晕，很快就过去。 8. 对灵体有特殊的感应，特别是进到庙里的时候，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，如身上忽然感到冷或热，头皮发胀、发麻、发结、触电感等，身上会忽然起鸡皮疙瘩、汗毛竖起来的感觉等。如果你具备了以上几条的大部分条件，就可以确定你是神仙的分灵转世了。天界来的人有着共同的特征，但投生到每个家庭后，环境和经历自然各不相同，受其影响，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就具有多样性。降生到人间后的家庭因素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祖上修德，
又有很好的阴宅风水的支撑，父母及各方亲属性格和善，在不受到意外因素的冲击下，可能会健康成长，成为有用的人，而且往往是智力超常的人。所以天道的孩子并非都是有问题的孩子。从冥界角度来说，对天道孩子的影响来自2个方面，一个是天界，另外一个是地界。天界向人间派出工作人员，管理人间正常秩序，实现阴阳互动，相互促进。但如果大量的工作人员贪恋凡尘，私自离岗、脱岗，就会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。在严重缺编的情况下，天庭就会派出使者寻找这些脱岗的人员。天界一般是每半月查一次岗，这在人间就是15年。查出了脱岗的工作人员所投生的具体位置，天界就会派出护法神灵，设法将这些工作人员召回。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给这些孩子们制造磨难，让他们感觉活着没有意思，从而放弃人生，回到天界继续工作。以天道来的孩子一般都在15岁左右，也就是天庭查岗的前后出现问题。女性以近视为多，被发现的要早；男性一般外围护法为多，发现的较晚，有2到3年的时差。被天庭往回带的孩子，感觉上会有思维空白，生活没有意义，甚至会出现轻生的念头。地界的影响与天界有关，地界的神灵往往是讨好这些天道来投生的人，但因为讨好的太多，能量有高有低，本性有恶有善，会造成这些孩子性格起伏不定，多年的道行，所以有一定的法力，对人干扰起来比较容易点，所以才头痛。一些有仙缘佛缘的人，认为自己经常出现头疼等症状，主要是佛祖、神仙给予的暗示，暗示自己在生活中某些方面没有做好，要求改正，改正之后就不会再出现头疼症状了。去寺庙头晕跟佛有缘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是佛祖给有佛缘的人一种暗示。曾经有一个生命，他们出生在那无忧无苦、纯净、殊胜的世界。有一天，他们随着大批的生命一起发了一个大愿，来到了红尘这个地方，从此经历着这里的磨难。或许用人的时间看，几千年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一直在未来时发的愿而努力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越来越失去来时的纯净，并且做了许多不好的事，造下了许多业力，会痛苦，会遇到不顺利的事。直到今天，有很多生命如愿地得到了那回去的天梯，并做着那来时发的愿中该做的事。但有更多的生命已经被红尘的沙子迷住了眼睛，但是本性又不失，佛性仍然纯洁，受到的干扰少。这个孩子看到了庙里的佛像，就好像看到了天国的亲人，父一样，会是什么感受呢？委屈、无助，但又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那元神在另一个空间里清清楚楚，可是人这边却只是感受到而已。
那佛向周围莫大的慈悲法力，一个仍然未完全迷失的生命走近，是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。他着急但又不明确，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，全都忘掉了。古人有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，必定会历经种种磨难。所以说，待天命的人磨难大是真的。我们又管这种人叫做下凡历劫的人。一般下凡历劫的人都具有以下几种特征：一，眼睛永远有神采。对于一个天命之人来说，他们的意志是很坚定的，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，都不会打垮他们的信心。即便是偶尔怀疑过自己，但也很快就会坚定下来。就像是孔子周游列国，即便一无所获，历经磨难，也从未想过回头或放弃。所以这种人的眼睛都是永远富有神采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。二，智商情商很高。一个天命之人不仅仅有磨难，他们还有克服磨难的能力和信心。对于没有能力的人来说，磨难也仅仅是磨难，所以提高个人能力是很重要的。三，多磨多难。天命之人在成为成功人士之前，必定会历经种种磨难。这些磨难悄然提升着他们的能力，改变着他们的性格，最终将他们磨练成日后的成功人士。等等，天道转世，人间来历劫的孩子一般都和宗教有着很深的缘分，查其命中大多也带有童子命格。他们往往长大以后会投入佛门或道门，但却不一定出家。传说这样的孩子在地府没有登记，这时与之有缘的神佛会到地府给他们单独登记上，而这期间小孩往往容易生病，这是与之有缘的神佛在帮忙解救孩子的同时警示阳世的亲人。天道转世到人间的问题童子，正因为是来人间历劫的，人世间的花花世界及各种美好并不属于他们，反而与之无缘，还会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。因此务必通过修行使自己的智慧和修为达到一定高度以后，就可以结束此生的苦难之旅。天道往生人间的人仙缘通常比一般人重，对佛菩萨和佛法特别有好感，对佛道理论的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远远超过一般人，今世修佛比一般人要事半功倍。这部分人在寻仙问道、找高人解脱过程中，有的被神佛引导进入了道门，有的被神佛引导进入佛门，得到不同层次功力的师父指点，从而慢慢得知自己的身世来历，开始正视自己。一般此类人曾经修成过正神或童子，轮回助胎时已经忘记了，加上生在这个现实并且讲求科学的时代，对这些事情只能是半信半疑。所以神佛通过一些疾病及事业因缘的不顺来点化他们，让其相信仙道之事，了解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这也叫做世磨和病磨。通过这些磨难，让他们主动地去了解，多看多听多悟
明白了以后主动地去开悟修法，悟道修佛，等了解了此生来到人间的目的，知道了自己的任务及责任，真心地去普度世人的时候，这些磨难也就相继结束。天道转世到人间的孩子，最好早日皈依佛门或者道门，争取早日得到神佛的护念，争取早日得到佛道圣者大德们留下的智慧经典的指引。皈依佛道，按照佛道圣者大德们留下的智慧经典理论和方法，如生活修行后，神佛自会庇护帮助他们，消除天界对他们的影响。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这段时间神佛会一直暗中护佑这些天道转世的孩童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过，众生应以何等身得度佛菩萨，就现何等身二位说法度化他们。只要他们发愿坚持修行，神佛一定会善巧方便使他们离苦得乐，佛菩萨一定会使用他们卓越的智慧和能力，圆满处理好天道转世人间的孩童所面临的一切难题。因为皈依了神佛，并且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坚持修行，那他就是神佛的正式徒弟。他和佛菩萨是师徒关系后，就和神佛成了一家人。本是大境界高的神佛有责任和义务，并且会义不容辞地照顾境界低、能力弱的徒弟们。神佛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徒弟们，使其免受伤害，使他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。这时候他们通过修行，身体会慢慢地恢复健康，但是这时候还是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。只要徒弟们真心皈依修行，神佛就会欢喜恭敬赞叹精进修行的徒弟们，并且非常乐意使用他们的智慧和能力，无私支援帮助精进修行的徒弟们，帮助徒弟们解决他所面临的一切难题。这时天庭和地府才会为他们安排好命运，这时候他们的人生道路才会变得光明平坦顺利。这时候的他们年龄一般都在30岁左右。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各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人的机遇都是根据自己的修为得来的。保持心地善良清净，欲念寡淡，远离不敬不善的行为和念头，不贪图名闻利养，也不贪图功德，多读经书，学会自我调控，健康快乐的生活，自然会碰到好善缘，德行好，给你设的障碍就少，得到了智慧，就会自然解开封印，解开的时间也会早一点。若精进持戒修行，福慧双修，解开封印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福慧双修，愿你被神佛护佑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